就因为我的一句话，邻座的不良少女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要回家喽，清水同学。见他没有反应，我便想着要不要叫醒他，谁料好兄弟却阻止了我。大辉你真牛，坐这个位置这么久还能保持如此平静。我不解地问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她是不良少女，当然很可怕的啊。就在今天上午，老师把清水同学叫了出去，要求她把头发染成黑色，但清水却不同意，甚至摆出了凶狠的表情。这件事刚刚发生过。见俊也慌张的表情，我指了指清水同学表示，他现在已经睡着了，你有事情就说，而且我觉得他并不可怕，也只有你会说这种话了。我来这里是为了濑户同学，因为我喜欢他。随即俊也问我有没有喜欢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想过恋爱，也就没有喜欢的人。既然你没有喜欢的人，那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呢？说起喜欢类型的话，我喜欢外表清纯的女生，穿着整整齐齐的制服，可以的话希望是黑发黑长直那种。接着我和俊也聊一些别的，便分开了。第二天，我正感叹着清水同学又迟到时，他便带着一头黑色的长发踏进了教室。我瞪大了眼睛，回想起了昨天说的话，心想应该和自己没有关系吧。不知为何，清水同学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眼神冰冷地看着我。完了，难道我做了什么惹清水同学生气的事情吗？好在这时候老师进来了，清水同学也回到了自己的位置上。这节是美术课，老师宣布今天的任务是和邻座的同学组成一组，互相画对方。首先决定谁先画。清水同学，你想先画还是后画？都可以，随你。比起这个，你有发现什么不同吗？清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打断了大家。决定好了吗？画计时10分钟，准备好了就开始画吧。清水同学，你就摆这个姿势吗？这样比较轻松啊。怎么？你喜欢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我连忙摇头，不用，你放轻松就好。在老师的号令下，我拿起了画本，认真的看起了清水同学，但清水同学却在不停的撩头发，左撩撩，右撩撩。清水同学，我现在在画脸，我希望你不要摇晃，一直看着我，可以吗？清水小脸一红，啥？那个，这个，你。如果你觉得头皮很痒的话，我可以帮你挠挠。清水同学一阵无语，然后撇过头道，等最后再画脸吧，我需要心理建设。总之有很多原因。见状，我也只能先画其他地方了，目光也往下看去，映入眼帘的是2个大球。喂，本堂，你那么认真的在看哪里啊？看哪里就是脸下面。清水大喊，为什么要看那种地方啊？我连忙解释自己没有别的意思，对不起。你敢肯定自己连1毫米的邪念都没有吗？绝对没有。听见我的回答，清水却摆出了一副可惜的表情。怎么回事？还是我说真话比较好呢？下一秒，我低下了头，向清水同学表达了歉意。抱歉，清水同学，我刚说谎了。虽然我说没有别的意思，但还是有一点。不对，大概只有2毫米吧。看我如此真诚，清水同学也就原谅了我。但他也提出了一个条件，从下一次开始时他会保持不动的，希望我好好的把它画出来。这个条件太好了，也是我想要的。清水同学，接下来该画你的脸了。好了，来吧。看着清水同学的表情，我便让他再放松一点。接着他摆出了一副更严肃的表情，什么事都做不顺利呢。见他情绪低落，我便想着说点什么来缓解紧张感。清水同学，你非常适合黑色头发呢。下一秒，清水脸红的像泡泡茶壶，你为什么突然说这种话啊？然后偷偷嘀咕道，我还以为你完全没发现呢。可以问问你为什么把头发染成黑色吗？你别多管闲事，快点画。我把画板挡在了眼前，偷偷笑着。有什么好笑的？我可是很认真的。不是，因为我没想到清水同学有这么多表情，和清水同学聊天很开心呢。你对谁都会说这种话吗？让我说出这种话的人，清水同学是第一个呢。清水叹了口气，那就好，时间也所剩无几了，快点画吧。在所剩的时间下，我画完了。看着我画的画，清水同学向我提了个问题，为什么我的脸颊这里会涂得有点红呢？因为我就是照着你的样子画的啊。清水同学的脸刷一下又红了起来。接下来就是清水同学画我了。我坐在了凳子上，看着眼前的清水同学。只见清水同学害羞地将画板挡在脸前，希望我不要一直盯着他。见状，我就看向了窗户外面，但是又被清水同学叫了回来，还是希望让我看着他。回家路上，清水抚摸着自己的黑发，心中又想起了我早上说的话，不禁嘴角上扬，边走路边哼起了歌。就因为我的一句话，邻座的不良少女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还破天荒地参加了烹饪课。课间，俊也一脸认真地问我，喜欢的女孩子亲手做便当给你的话，你会怎么想？我笑着回答，那样会很开心吧。俊也非常赞同，紧接着追问道，那你快说说你喜欢在里面加什么？姜汁烤猪肉，我毫不犹豫地答道。话说回来，明天有烹饪课对吧？是啊，如果和濑户同学一个组的话，就可以吃到亲手做的料理了。我们一起做料理的话也可以吧？俊也问道，你感兴趣？我还挺喜欢料理的，家里的晚饭都是我一个人做的，如果有人能在我旁边和我一起做饭就好了。俊也大声道，你是想和喜欢的女生一起做饭对吧？我连忙解释，我又没说一定要是喜欢的女生。话虽如此，但是和喜欢的女生一起做饭的话，应该会很开心吧。次日烹饪课上，老师在讲台上宣布着任务。突然教室的门被推开了，清水同学走了进来，同学们皆是震惊，没想到清水同学竟然会来上烹饪课。清水同学，这边你和我是同一个组的，所以一起加油吧。
还有就是围裙很适合你哦。清水同学小脸一红，轻声的回了个哦。那同学们，我们现在开始吧。接着金野同学找到了我，给我分配了任务，处理食材，我也要做。见他呆愣在那没反应，清水同学又说道，我说我也要一起负责处理食材。那就太好了，真是帮大忙了。清水同学平常在家做饭吗？没问题的。看着清水同学的表情，我怎么感觉有点不靠谱呢？我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再次确认道，清水同学真的没问题吗？但清水同学回答的依旧是没问题。那就请多多关照了，清水同学。接着我将食材平均分成了2份。清水同学，能请你先处理一下这颗包菜吗？我知道了。只见他下一秒就用手按住了包菜，反手握起了菜刀。看着架势，我立马叫住了他，清水同学，你先放下菜刀吧。尽管清水同学的头上浮现问号，但还是乖乖的把刀放了下来。我松了口气问道，你刚刚是打算做什么呀？切包菜啊。清水同学一脸理所当然的回答道。见此，我拿起了刀表示，菜刀的话一般都是这样握的。刚刚只是紧张了，我以前都是这样握着的。接着清水同学正常的握着菜刀，然后将菜刀慢慢靠近包菜，但我又叫住了他，清水同学快停下，你这是打算怎么切？包菜的话一般都是切成细丝啊。虽然说的没错，但这次我们要炒蔬菜，所以不用切成细丝。那该怎么切呢？清水同学疑惑的望过来，我回道，我来教你，先对半切，一刀落下，非常完美。接着在我的指导下，清水同学切完了包菜，接下来就是洋葱了。看着清水同学不知所措的表情，我便告诉他，试着让左手变成猫手，然后按着洋葱，就像这样，这种感觉我懂了，这样对吧？看着眼前的架势，我感觉自己有点危险。清水同学看我的表情，还以为是自己做错了，我连忙道歉，并不是。可是清水同学还是不会切，我便提到，清水同学，我能碰你的手吗？谁知话音刚落，清水同学猛地将双手举到脸前，你这家伙想要对我做什么？我想手把手教清水同学猫手的正确位置，不过抱歉，让你感到讨厌了。可以，清水同学小声的嘀咕着。清水同学，你说什么？我说了可以，所以握着我的手教我吧。接着我把手放在了清水同学的手上，突然清水同学叫了一声，引得周围同学纷纷转头看向我们。清水同学立刻瞪向他们，看什么看？然后大家纷纷移开视线，就当刚刚什么都没发生。对不起，我像拖油瓶一样，我安慰道，没事的，没有人什么事一开始就做得很好。接着在我和清水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切完了洋葱。本堂猫手我记住了，这样的清水同学也太可爱了，不禁让我看得出神。怎么了？不，没有事，清水同学做得很好哦。接下来我和清水处理了剩下的材料，不久后炒好的菜终于出炉了。清水同学吃了一口，没想到还挺不错的。本堂，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我回道，什么事情？和我一起做饭，你觉得怎么样？我心想，原来是这个问题啊。老实说，刚开始的时候很害怕，怕不小心让清水同学受伤，但是能和清水同学一起做饭，我很开心。因为清水同学很努力，所以一起做事非常开心。如果可以，下次烹饪课我也想和你一起。如果你拜托我，也是可以在一起做了。我以为清水同学会拒绝，没想到竟然同意了。那下次也请多多关照了，清水同学。好啊，真是拿你没办法。为了给我做一份能展现自己厨艺的便当，不良少女清水只好向自己的姐姐求助。至此开始了为期1周的厨艺特训。第一天，清水同学把生姜炒肉炒成了焦炭，但爱却让他不用在意，不要自卑，姐姐会一直帮助你的。第二天，清水同学重新燃起了斗志，但他依旧把肉切了个稀碎。为什么？我已经很小力了，还是没有切好。好在肉还剩了一些，清水同学还有尝试的机会。接着出炉了一锅黑色史莱姆，虽然说看着难看，但是吃起来也不好吃，好难吃啊！姜的味道还有肉的味道全都没有。爱看着面前的作品，勉强笑着说，那个没有其他的一些方式了吗？再着急的话也不是办法，便当的话什么时候都不行，我想要尽快把便当做出来。为什么？因为我要尽快答谢对方的恩情才行。爱笑着表示支持，那这样的话只有加油去做了呢。然而1周后，爱脸上的笑容还是消失了。看着清水依然不太成功的作品，爱只好安慰道已经很不错了，但强行安慰却让清水更伤心了。看着面前的作品，清水的心里忍不住打起了退堂鼓。一旁的爱仿佛看穿了清水的心思，大喊道，千万不能放弃啊，料理可是爱情啊。眼看上学的时间快到了，清水也来不及吃自己的失败品，便将妈妈准备的便当和自己做的那份一起带去了学校。班级里，我在座位上唉声叹气着。被清水同学看到后，他主动问我发生了什么事。我忘记带钱包了，这样的话午饭也买不了了。紧接着清水同学提议我可以去找俊彦同学借。我告诉他，很不巧的是俊彦他今天在足球部开会，所以今天就不吃中午饭了，抱歉让清水同学担心了。我才没有担心呢。看着眼前的2个便当，清水同学拿起了一个放在了我的桌上。我不解地问，这个便当给你了。我虽然很开心，却担心地问，那清水同学吃什么？只见清水同学指了指桌上的便当，我还有多的。啊嘞，还真是。那这个原本是谁的？谁的都可以吧，在烹饪实习课的时候你帮过我，所以那个给你，反正我也吃不完2个便当，所以你就别担心了。
听到他这么说，我便安心收下，表示自己会充满感激吃下的。另一边，清水打开了自己的便当，却发现自己的便当是妈妈做的，而我的那个是她亲手做的。想着我还没打开，清水同学就想把便当抢回来，但是已经来不及了。我已经打开了清水给的便当，开动了起来，第一口，第二口，第三口，但清水同学一直盯着我，于是我说道：“那个清水同学，吃饭被人盯着的话，会让人吃不下饭吧？本堂，你真的不介意？没有强迫自己吃吗？这个问题有点可怕诶。难道这个姜汁烧肉放了什么平常不会放的调料吗？没有放其他东西，只是吃了那个没有什么感觉吗？这个嘛，因为我喜欢吃姜汁烧肉，所以吃得很开心哦。如果你觉得不好吃的话，可以直接说。”我笑了笑说：“我才不会说那种话的，好不容易才能吃上清水同学亲手制作的便当，你怎么知道是我做的？因为你刚刚说如果觉得不好吃的话可以说出来，如果这是别人做的，清水同学就不会这样说了吧？”见清水同学的表情，我就知道自己猜对了，果然是这样吧，清水同学。可是努力做出来的便当真的可以给我吃吗？这一刻，清水心跳快得发慌，他很想对我说，这是我特意为你做的便当，能让你吃到我很开心，但这些话实在是太羞人了，清水同学根本说不出口。最后他只好固定振作地说，我说过了，可以不用在意的，便当只是一时兴起想做才做的，吃不完才给你的，但是每天都在很努力的练习吧，之前就注意到你似乎有点没精打采的，今天又看到你为便当烦恼的样子，再联想到之前在烹饪实习课上你处理食材明显就熟练多了，真是努力啊。之后我吃完了便当，打算把盒子一起洗了，但却被清水同学压了回去。我说过了，这个便当是在烹饪课实习的答谢，所以我要自己洗。我知道了，那么再次感谢清水同学你的款待，还有今天谢谢你的便当，真的是帮大忙了。能够吃到清水同学做的便当，我很开心，下次我一定会好好感谢你。清水脸红的愣在原地，脑子里全在回想我刚刚说的话。看着发呆的清水同学，我问道：“你没事吧，清水同学？”清水回过神来看着我说：“如果我又一时兴起做了便当的话，你要吃哦。”我开心的点了点头，好，那就麻烦你了。只是帮妹妹跑个腿而已，我竟遇到了不良少女清水和她的姐姐。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的姐姐居然向我提出了约会。这天妹妹找到了我，叫我去超市帮她拿一下预约的游戏，但是我不想出门，所以想着拒绝。可看着她那双水灵灵的眼睛，我实在不忍心开口，最后还是答应了她。谢谢哥哥。到了超市，我顺利拿到了妹妹要的东西，正打算直接回家时，却意外瞥见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清水同学，本堂，你怎么在这儿？我过来买东西呀。这时从她身后探出了一位女性，微笑着望了过来说道，难道说这位就是本堂同学？是的，请问你是？艾没想到我竟然不认识她，然后开始了自我介绍，这下不仅是清水的姐姐，还是你学校的学生会副主席。话说大辉同学也来买东西？是的，妹妹让我来的，现在差不多该回去了。已经要回去了吗？明明一天还有很多时间呢。你在家里还有什么急事吗？那倒没有。没事的话，那么我们一起去约会吧。于是我们一起来到了餐厅，清水同学和姐姐坐在一起，而我坐在对面。话说回来，你的妹妹可爱吗？妹妹嘛，虽然可能有点偏心，但还是觉得她很可爱。原来如此，那她和我家龟谁更可爱呢？清水没想到自家姐姐会问这个问题，立即大喊了起来，但是内心还是很期待着我的回答。那个，我觉得清水同学在我心中的印象，与其说是可爱，不如说是美丽更贴切。美丽？听到我的回答，清水同学一下站起了身，匆匆跑开了。我以为自己惹清水同学生气了，但是爱却示意我往另一边看。只见清水同学正半蹲在远处的椅子后面，悄悄地望着我们。清水同学在做什么？那孩子太在意我们聊什么了，而且在家也一直说大辉同学的事情哦。原来是这样，爱才知道了我的名字，但是我更想知道清水同学是怎么说我的。而另一边的清水假装打饮料，实际上躲在角落偷听着，虽然说什么都听不到。我感慨道，明明正常坐回来就好了，本来就很可爱了，最近却变得越来越可爱。那孩子之前经历了很多事情呢，我之前很担心他变得完全和别人疏远了起来，不过最近他变得开心了起来，我很高兴。所以我有个问题想要问大辉同学，你是怎么看待龟的？我想听你的真心话。我沉思片刻，转头望向远处还在偷听的清水同学说道，我觉得清水同学是温柔的人。清水同学和我在1年级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了，在我的旁边坐着，虽然有经常说话，但是清水同学在聊天时不会打断别人，而且会在听完别人说话之后马上回话，非常善于倾听。他是认真的倾听着我说话，所以他是温柔又正直的人。爱笑了笑问我，正直是体现在哪里呢？不久前他都还无视校规染成金发，以清水同学的性格来说，我觉得肯定有什么原因才会这样的。原来如此，大辉同学观察的还真是仔细呢。那么我可以拜托你一件事情吗？我问道。什么事情？就算不是永远，也请你待在龟的身边，多帮帮他。染回黑发后，越来越多人来找龟搭讪了，我很担心，如果是大辉同学的话就没问题了。
我拒绝，我不需要您的拜托，我已经在他身边了。爱微微一震，似乎有些意外。我赶忙解释自己喜欢和清水同学在一起聊天，所以被拜托这种事而去做的话，感觉会被讨厌。原来如此，谢谢你，大辉同学。这时清水同学回来了，他想要知道我们说了什么。怎么，你很在意大辉同学说了什么吗？清水同学一脸害羞，急忙否认自己根本不想知道。接着爱凑到清水同学耳边轻声说，大辉同学说了喜欢龟哦。清水的脸一下子红透了，但看到爱笑得那么狡黠，立刻意识到自己被耍了，随即和爱吵了起来。看着他俩的样子，我不禁微笑，关系真好啊。接着爱站了起来，那么大辉同学，饭也吃完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该进入约会的正题了。我还没来得及问去哪，就被爱推出了餐厅，只是帮妹妹跑个腿而已。我竟遇到了不良少女清水和她的姐姐，更让我想不到的是，她的姐姐居然向我提出了约会。从餐厅出来后，我们就去了一家服装店。我注意到清水同学的穿着，便开口说道，清水同学，你今天的衣服也是穿长裤的搭配呢？是的，我不穿除制服以外的其他裙子。你很讨厌裙子吗？不是，倒也不是那样。你是不是也觉得清纯系比较好看？我愣了一下，自己有说过这样的话吗？另一边，爱已经找到了一套非常不错的衣服，准备给清水试试。看着面前姐姐拿来的衣服，清水沉思了一番，还是拒绝了。这么轻飘飘的不适合我，你自己穿吧。那我去穿穿看吧。看着清水同学有些低落的表情，虽然不清楚具体原因，但我也有点理解。有时候你明明知道门后的世界很美丽，但是双脚却被无形的绳索束缚着走不出去。话说清水同学，有时候换个衣服等于换个心情，你可以在没人的时候尝试。原来如此，换心情吗？喂，快看快看，我决定打扮成清纯系风格，怎么样？我看着爱穿起来的样子夸奖道，非常适合你呢。爱一听我的夸奖，立刻得意地向清水炫耀了起来。你当我听不见吗？也许是我对爱的称赞起了化学作用。清水同学站在那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毅然决然地冲进了试衣间。但10分钟过去了，清水还是没有出来。于是爱就在门口催促了起来，结果清水说自己早就换好了，只是有点问题没法出来。立刻爱就想到了好东西，难道说你穿的是很暴露的衣服？我才不会穿成那样。难道是因为比不上姐姐的可爱，所以不敢出来吗？才不是，只是穿着不习惯而已。我安慰道，清水同学不用太勉强自己，自己穿着觉得满意就好了。不，我才没有勉强。爱似乎明白了，清水其实就是害羞不敢出来。于是他一把拉开了试衣间的帘子，接着身穿纯白连衣裙的清水同学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这一刻，时间仿佛暂停了一般，我的眼里只有清水同学。本堂，你觉得怎么样？但是我却傻愣愣的呆愣在原地，没有回话。果然不适合我吧？我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说，非常适合你，这件连衣裙真的很适合你，穿起来非常漂亮。你在说什么啊？龟，太好了呢，他说漂亮哦。清水同学立马捂住了脸，转身钻回试衣间，把衣服换了下来。买完衣服，我们继续朝下一个地方走去。路上我时不时看向清水同学，脑海中总是浮现他刚才穿连衣裙的样子，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见他那样穿。见我一直盯着他，清水同学问道，怎么了？你有什么话想说吗？只是想着那件衣服非常适合你。什么啊，你又来了，又理所当然的说出那种话。我又不是为了让你夸我漂亮才穿的，我只是为了换个心情。清水同学觉得喜欢才买的话，那就好了。至少清水同学迈出了第一步，真是太好了。虽然刚刚情绪有点激动，但一想到清水同学穿连衣裙的样子，我的内心就静不下来。怎么了，本堂？没什么事哦。虽然是因为邀请才来的，但说实话，我今天挺开心的。话说，我们一起去游戏中心吧。大辉同学也来的话，我会很高兴的。好啊，那就再玩一会儿吧。眼前的这个女人，为了撮合我和她的妹妹，先是强行组织了3人约会，又靠手段让那个从不穿裙子的不良少女清水换上了人生第一件连衣裙，而现在她把我们带到了电玩城。可恶，就差一点点就夹到了。清水同学鼓着脑袋，懊恼地摇晃着头。你很喜欢那只小熊吗？才不是，只是看到了想试试而已。本来打算搞点东西来当今天一起出门的纪念品的，毕竟这个玩偶还和本堂挺像的。喂，你们两个在做什么呀？赶紧来玩气垫球啊！听到爱的呼喊，我和清水同学一起走了过去。那个2打1真的没问题吗？爱自信满满的叉着腰表示，我可是姐姐啊，放马过来吧，菜鸟们。而一旁的清水看着爱，脸上写满了困惑，因为爱一直在朝他问一颗。就在这时，爱突然发起了进攻，弹球轻易被清水挡下，紧接着伴随枪的一声，清水的反击得了分。如果我一个人就可以对付你的话，就没意思了呢。一旁的我立马问爱需不需要换位置，但爱却微笑着拒绝，不用，我可是有秘密武器的。你们看那个是什么？话音未落，爱又发起了进攻，但这球还是被清水接下了，并得了分。
真是的，从小用到大的手段，你觉得我还会上当吗？爱低下头，声音忽然低沉了起来。本来我也不想用这招的，是你们逼我的。接着他打出了一记直球，看着直线过来的球，清水同学觉得平平无奇，但看见我也准备接球瞬间，清水感觉到了不妙。下一秒，我和清水同学碰到了一起。Nice， 这样一来，龟就不能发挥全力了。你这家伙靠这种方式赢了会开心吗？会呀，毕竟胜方可以命令败方做任何事情哦。你什么时候说的？因为是我刚刚提出来的呀。想要享受比赛的话，这种环节可是必不可少的呢。清水感觉爱要搞事情，并不太想参加。见清水没反应，爱故意嘲讽道：“你们可是2打1哦，不会这都不敢吧？”被这么嘲讽，清水立刻换上了战斗姿态。好啊，来就来，这才对嘛。那么要开始咯。紧接着一番激烈的打斗后，我们来到了赛点，爱一个蓄力出击，结束了比赛。我和清水都愣住了，没想到我们2打1居然输了。那么按照约定，还请2位听从我的命令呢。等一下，这是我擅自决定的，和本堂没关系，所以我一个人接2次命令。清水同学，这可不行啊，我也参加了这场游戏。没事的，如果让你做了什么怪事，导致你难以忘怀的话，还是我来吧。见他坚持，我也只好同意。那么龟接受2次命令吧。然后爱带我们来了拍大头贴的地方，该不会要拍这个吧？答对喽。只是拍大头贴的话不用命令耶。爱立即打断，当然不只有这个啦，这里可是可以借用 cos 服的哦。接着爱得意的竖起2根手指说，第1条命令是 cosplay， 第2条命令是穿着它去拍大头贴。清水同学还在幻想着自己可以选服装，但显然是不可能的。那么我带他去换衣服，你在这里等一下。试衣间里，清水看着眼前的女仆装，很是焦虑。要穿吗？只是爱的话也就算了，但本堂也在啊。龟，大灰君在等你哦，所以快点哦，再给我点心理准备的时间。经过一番心理斗争，清水还是换上了外套、发箍、丝袜。接着身穿女仆装的清水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清水低着头走出来，脸颊通红，甚至不敢看我。大灰君，你感觉怎么样？那个我觉得很漂亮，特别合身。见我不仅没被吓到，反而认真夸奖，清水同学很是开心，然后跟着爱去拍了大头贴。大灰君，你不介意的话，要不一起拍一张？我倒是不介意，如此我也加入了拍大头贴的队伍。但就在快开拍时，爱的背包里传出了电话铃声，有人打电话来，他只好先走出拍贴机，但离开时却朝清水 wink 了一下。完了，就知道爱要搞事，现在不就成2个人独处了吗？但因为拍摄就要开始了，清水只好强装镇定，站在了我旁边，就是有点远，再靠近点没问题吧？不行的话说一声哦。才没有不行，尽管靠过来吧，差不多这样子。这也太近了吧，抱歉，那我离远点。等下，就这样，这样就好。随着倒计时的结束，我们拍完了照片，爱也回来了。看着照片，爱笑嘻嘻地对清水说，龟，你真的是大胆呢。没有，才不是那样。接着爱就主动接下了装饰照片的任务。对了，清水同学，我有个东西给你，就是这个。清水兴奋地喊出声，这不是刚才我想要的那个吗？你什么时候去的？是你们换衣服的时候跑去抓的。你花了多少钱？我给你。我连忙摇头说，我就是为了送给清水同学而去抓的。清水同学能收下的话，我会很开心。听我这么说，清水只好收下道，那给了我的话，我就不会还回去咯。话说回来，清水同学，你喜欢这种玩偶吗？清水拿着玩偶瞥了我一眼道，怎么了？你觉得这个很幼稚吗？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很可爱哦。什么？你不要突然说我可爱啊。好了，爱也差不多弄完了，我们该过去了。路上，清水抱着玩偶，脸上漾着藏不住的笑意，而一旁的爱也注意到了那只玩偶。哇，能收到礼物真的太好了呢，我这里也有礼物给你们。接着爱把大头贴的照片给了我们，是我和清水的合照。虽然老被爱耍得团团转，但毫无疑问，今天是充满了难忘回忆的一天呢。我明明已经走了，却还是冒着大雨跑了回来，因为那个看起来天不怕地不怕的不良少女清水正一个人站在车站，抱着我送她的娃娃，可怜兮兮的没带伞。那个没想到我们回去的路还是一样的。我笑了笑，说不定我们家离得还挺近呢。话说回来，爱那家伙不知道又跑哪里去了。今天有一半的原因也是被爱拉出门的，是这样吗？他一直都是很强硬的人。我笑着接话，但我认为她是一个好姐姐哦。清水愣了一下，没想到这我都会夸，是吗？只是单纯的我行我素而已吧。我倒觉得她其实很会察言观色，跟我搭话的方式也很轻松，聊天也总是很有趣。见我还在夸爱，清水有点不服气的反驳道，爱在家里可是很随便的哟，在家里的话还是随便点比较好。爱还会在考前因复习时学不会而大吵大闹哦，那说明他是考前会认真复习的类型呢，不管说什么都会夸他。虽然是因为本堂他不是会在背后说别人闲话的人。看着清水同学的表情，我察觉到他似乎有点不高兴，于是说道，真是对好姐妹呢，清水同学有很多优点。哈，你在说什么啊？于是我开始一件一件的数他的优点，从家政课到做便当。还没等我说完，清水就红着脸打断了我，已经够了，别突然间夸我啊。
正好这时列车到站了，但没想到外面正下着大雨，好在我带了伞。清水同学，你有带伞吗？我没带，要我把伞借给你吗？不用，你也要用吧。我会让我父母来接的，所以你不用担心。见清水同学这么说，我也就离开了。但其实清水的父母很晚才会回家，他也不想麻烦我，所以才这样故意说的。要是有伞的话，就不会弄湿他了。明明还想和本堂多待一会儿的。清水同学，为什么会有那家伙的声音？清水同学，本堂，你为什么又回来了？总感觉清水同学还在这里。清水同学，如果不介意的话，要不要一起回家？伞下的空间比想象中还要小，雨点噼里啪啦的打在伞布上，空气中全是雨水和他头发上淡淡的香味，总感觉心脏又停止了。喂，再靠过来一点好吗？怎么了吗？你的肩膀都淋湿了。要是因为借伞给我而感冒的话，我会过意不去的。这柄伞并不大，为了不让彼此淋湿，我们的手臂偶尔会轻轻碰到一起。清水同学果然很温柔呢，温柔的应该是你吧？要不是你，我还在车站呢。我只是为了不让自己后悔而行动的。清水像是想起了什么似的，轻声问：这是什么意思？我解释道：因为之前发生过让我很后悔的事，所以以后不想再后悔了而已。发生了什么事？我犹豫了下，但觉得也没什么需要隐瞒的。小时候我有个叫优君的朋友，虽然不知道他家在哪里，但是我们天天在公园玩。但有一天来了一群年纪比我们大的孩子，其中一人什么也没说，就直接踢坏了我和优君一起堆的沙堡。见优君没说话，我以为他并不在意，所以我也无视了那群家伙，没去阻止他们。不过我错了，从那以后他再也没来公园了。对此我特别后悔，要是那时候有叫他们别捣乱的话，优君说不定就不会不见了。所以在那以后，我并决定做不让自己后悔的事。对不起，让你回想到不好的回忆了。没事，虽然不能再见面很难受，但我和他之间也有很多快乐的回忆，你不会再勉强吧？没事的，更何况我现在很开心。为什么开心？因为清水同学对我的事感兴趣啊。什么？不要突然说这些奇怪的话。因为清水同学都不怎么问关于我的事，所以刚刚清水同学问了关于我的事，总感觉关系更近了一步呢。和我这种人关系变好会开心吗？当然会开心啊。为什么？因为和清水同学待在一起就会非常开心。这句话虽然之前也听过，但当面说出来还是让人心跳的好厉害。我才不会说有趣的话题哦。就算这样，现在我也很开心。这样啊，真是个奇怪的家伙呢。不行了，已经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清水同学，你是在紧张吗？干什么突然这样问？因为我现在也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共撑一把伞。这样吗？这不是什么值得紧张的事情吧？才不是，因为离得这么近，所以有点心跳加速。心跳加速？难道说他已经意识到我的意思了吗？不行，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就在这时，雨就像故意的一样，忽然停了。清水同学立刻从伞下飞奔出去，头也不回的喊了声再见，就跑远了。为什么我要逃啊？我真的是个笨蛋啊！就因为我的一句话，邻座的不良少女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而她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今天正和俊远聊着天，教室门哐的一声被猛地推开，只见爱一脸焦急地探进头来，目光在教室里快速地扫了一圈，最终锁定在我身上。我立刻问他怎么了？大辉同学，你有看见龟吗？我摇了摇头道没有哦，午休一开始就没看到了。果然，昨天我不是说越来越多人喜欢龟了吗？最近他好像又被人缠上了。这时旁边传来同学的嘀咕声，话说刚刚看到清月同学和一个男生走在一起，好像去小树林了。一听到这，我二话不说的冲出了教室。另一边，一个陌生男人把清月同学带到了小树林。在这里的话不会被别人打扰了，快点说什么事情？可以和我交往吗？果然染回黑发后就会这样。我能问问你为什么想着和我交往吗？因为我觉得染回黑发的你特别好看。我拒绝。清水的回答没有一丝犹豫。男人愣住了，似乎没想到会这么干脆的被拒绝。清水继续说道，我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我可不会和你交往，而且长得好看的人多的是。男人还以为清水生气了，连忙让他冷静一下，不料清水却说我非常冷静，所以还是拒绝。男人仍不死心的追问，无论如何都不会改变主意吗？是的，我绝对不可能会喜欢上你的，和你交往这种事情绝对不可能。男人还想继续挽留，可清水已经转过身准备离开。男人的嘴角抽搐了一下，最后的一点耐心终于耗尽了。别以为我在这低声下气的求你，你就可以蹬鼻子上脸，你给我过来！看着面前男人狰狞的模样，清水知道果然会变成这样子。中学的时候有本堂帮我，但是现在不会了吧？住手！而就在这时，我终于赶到了。清月同学一脸震惊，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在这里。我快步上前挡在他们中间说，抱歉，可以请等一下吗？谁啊你是？不好意思，我是2年级的本堂大辉。可真是有礼貌的后辈呢。所以有什么事情吗？我是来找清水同学的。那么既然找到了，你就可以回去了吧？我和他还有话要说。清水立刻打断，我们已经说完了吧？像你这样只会以貌取人的人，我们根
根本不可能。顿时男人露出了险恶的表情说，只是一个除了脸以外一无是处的人，别得意的挑三拣四了。那一刻，清月同学的脸上露出了我从来没见过的悲伤表情。我大喊道，请收回你的话，刚刚说清月同学除了脸一无是处的话，请你收回。陌生男人重复道，这就是事实。不对，你明明都不了解清水同学。清月同学在烹饪时一刻人手不够时，率先帮助了我，在我没办法买午餐而发愁时，也是他把自己做的便当分给我。清月同学是个很温柔的人，而且他很擅长倾听，和他聊天总是很开心，就算不说话，光是待在一起也。一旁的清月同学突然大喊，喂，可以了，别说了。可是什么都不反驳的话是不好的，而且清月同学还有很多优点，已经够了啊。清月同学拿出手堵住了我的嘴。男人看着我们之间的动作，皱眉问，你们俩是什么关系？我稍稍停顿后回答道，清月同学对我来说是放不下的人，他很温柔却又不擅长表达，看着冷酷却又有着可爱的地方，所以我的眼睛离不开他。大概只有和清月同学在一起，我就会忍不住的想看着他。本堂你在说什么啊？切，真没劲，回教室了。还有那个，我说的太过分了，刚刚是我不好。走廊里，清月同学向我感谢，虽然得救了，但是你总是这样做的话，总有一天会吃亏的。听到这句话，我总感觉似曾相识。忽然间，我想起了初中时遇见过的一个女孩，她也对我说过一模一样的话。于是我立马问道，清月同学，难道说在初中的时候我们也见过，现在才想起来吗？啊，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啊？染成金发之后我完全认不出来你了，因为我讨厌只看外表而接近我的人。那为什么又染回黑发了？清水没有回答，只是低下头，脸颊微微泛红。比起这个，之前和这次都是你救了我。我有句话那个时候没说出来，那个谢谢你。说完他就快步转身跑走了。就因为我的一句话，邻座的不良少女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而她也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从小树林回来后，我告诉了俊野刚刚发生的事情。原来这就是你跑开后发生的事啊，抱歉让你担心了，没事，能平安回来就好。刚刚清月同学对我说谢谢你时，我感觉她好可爱。我以前也觉得其他女生很可爱，但是这次感觉不一样。我明白了。你明白什么了？但以我的立场，我不能直接告诉你，有些事你得自己去发现，去面对，然后得出属于你自己的答案，这对你来说是最好的。这番话让我陷入了沉思，这奇异的感觉到底是什么呢？好啦，你不用想的那么辛苦，顺其自然你就会发现了。好的，我会花时间考虑的。结束了这个话题后，俊也再次兴致勃勃地聊起了恋爱话题。今天的主题是和喜欢的女孩一起参加社团活动。对了，你在足球社有助理吗？有啊，不过要是濑户同学能当我的助理就好了，那样会让我打得更好。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已经在别的社团了。这时教室门被推开，爱走了进来，说有事找我。抱歉，我现在正在和俊也说话。大辉你过去吧，我现在要去图书馆值班了。见俊也有事，我答应了爱的请求。没想到他同时也叫上了清水同学，于是我俩被爱带到了一个教室，里面还坐着一位陌生的学长。告诉我他们是同意被带到这里的对吧？当然他们都同意了。这时清水同学出声否认了爱的回答。那位学长似乎早有预料，举着手打断，我的名字是坂田洋介，现在是3年级的学生会主席，我和爱是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很抱歉这么突然，但还是谢谢你们。我是2年级学生，我叫本堂大辉，很高兴见到你。来请坐。那么他告诉了你多少？我一脸尴尬道，他什么都没告诉我。随后杨杰就看向了一旁嬉皮笑脸的爱，我下次会做得更好。你们知道这是哪吗？看着他向清水同学搭话，总感觉两人很熟悉，但这应该是第一次见面才对。这是你的社团活动室对吧？叮咚，回答正确，这里就是天文爱好社的社团活动室。我怎么没听过这个社团？没错，这正是我找你们来的原因，主要有2个。首先，我们目前有3名成员，而我和爱都是3年级生，我们将在第2学期结束时离开，并且一个社团最少需要2个人，否则将会解散。起初我认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爱坚持要将社团保留下来，所以我也希望社团能够活下去。那么第2个原因是什么？关于那个，我想在学校屋顶上举办一次天文观测活动。你省略的太多了，他们是不会理解的。正好你来给他们详细解释一下吧，非常感谢。嗨。因为天文观测需要屋顶的使用权，而使用权必须是正式社团才能申请，但要成为正式社团，成员必须达到5个以上。听到这里，我面露难色，因为工作日我必须回家做晚饭。一旁的爱看着我愁眉苦脸，便问我怎么了，我则告诉他了自己的顾虑。那不是问题，社团活动时间很自由，你可以随时来随时走。太好了，那这样的话我没问题。喂，你就这么答应了？连这个社团是做什么的都不知道？这是一个放松的地方，你可以在这里和俱乐部成员们谈论有趣的事情，这里是我们的香格里拉时光，那不就是个谈话俱乐部吗？你要这么理解也行啦。这时我看向了清水同学，想看看他的反应，却发现他也正看向我，但视线一对上，他立刻扭开了头，拿起书包准备离开。见清水要走，爱赶紧把清水同学推出教室，试图私下说服他。你没看到吗？这就是你接近他的机会啊！这只是一个星象观测活动不是吗？我们能不能换个地方？非得是屋顶吗？你以为我不想加入社团吗？但是自从他说我很重要之后，我甚至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了。我手里已经掌握了一些相当不错的情报哦，小龟。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在学校屋顶上进行星象观测会催生恋情，你哪里听说的？
我朋友的朋友的妹妹，那不就是陌生人吗？见清水要走，艾立马抱住清水的胳膊，放出了另一个重磅消息。我跟你讲，这个社团的第3个成员是2年级的女生，大慧君会加入社团对吧？而且我和杨介会在第2个学期离开，这就意味着那个女孩将和大慧君独处哦。这句话像按下了暂停键，清水同学瞬间僵在了原地，内心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明明只有一个选择，你为什么还在想？于是清水同学就告诉了爱早上发生的事情。原来是这样啊，但正因为这样，你才必须克服它，否则将来一定会后悔的。最终，爱成功说服了清水同学，带着他回到了活动室。清水同学答应了加入社团，但他的表情看起来并不情愿。于是我就鼓励清水同学应该加入自己最喜欢的社团。正当我沉浸在遗憾，开始脑补没有他的社团活动时，清水同学大声宣布道：“我决定了，我也要加入天文爱好社团。我们的社团一定会很有趣的。”清水同学，太好了，我终于可以和他一起参加社团活动了。爱也非常开心，并补充道：“另一个女孩也很害羞，她说只有你们加入，她才会加入。”说曹操道，教室的门就在这时被推开了。哦，来得正好，这2位是我们的新成员，我想你们认识，但还是自我介绍一下吧。这位是濑户美须酱，我们冷静又可爱的社团成员。你敢信那个平日里看起来非常高冷的濑户同学，背地里竟然和我的好兄弟俊也互相暗恋。这天刚入社团时，我没想到另一个成员竟然是濑户同学，因为我们本来就认识，爱就决定做些什么。可就在这时，清水同学却突然背起书包准备离开。是不是太早了啊？大辉俊也想你多待一会儿呢。是的，因为我的话，清水同学犹豫了一会儿，但他最终还是离开了，并表示自己明天会来的。是因为我吗？不是的，即使美须酱你不来，他还是会走的。对的，不要想太多。好了，爱，现在轮到我们走了。哎，要去哪里？当然是去学生办公室，我们得把那边的事处理完，才能安心留在社团。说得对，我可不能给学弟学妹们树立一个只待着不干事的坏榜样。说完，爱和杨健就走了，教室里只剩下了我和濑户2人，空气仿佛凝固一般，他没说话，我也没说话，好尴尬，我要不要也走呢？就在我纠结的时候，濑户突然开口：“本堂君要聊一会儿吗？”和我？你确定吗？爱前辈说你是个好人。好吧，应该是吧。不过如果你有什么烦恼都可以告诉我，我不介意倾听，谢谢。那么我们来聊那个让我感兴趣的人吧。什么？你是怎么用你那平静的表情说出这种话的啊？你没事吧，大慧君？没事，我只是吓了一跳。抱歉，吓到你了吧？不过他的名字我不能告诉你哦。我懂，他比我高一点，而且和我一样，都是学校图书馆的管理员。我们从去年就是同班同学了。听到这里，我脑子里已经浮现出了俊也的样子。于是我立马叫停了濑户，并问道：“你说的那个人难道是足球社的成员？”濑户一脸无语：“本堂同学，你该不会有读心术吧？”我尴尬的笑了笑，你都差点把他名字说出来了。原来你是个侦探啊，被你发现了呢。是的，我对松冈君很感兴趣。一切始于我们担任图书馆管理员的时候，起初他跟我说话，我也只是简单的回应，可松冈君却一直找我聊天。渐渐的，我习惯了和他聊天，甚至在2年级时，我们依然是图书馆管理员。跟他聊天的时候，我总觉得特别开心。本堂君，你说我是不是喜欢松冈君啊？听到濑户的问题，我愣了一下，因为自己没有谈恋爱，所以也告诉不了他答案。于是我就把俊也之前告诉我的话重新讲给了他听。这样啊，那我之后还能跟你聊关于恋爱的事吗？如果你不介意的话，随时都可以。第2天，我来到社团教室，爱和杨健因为迟到还没来，清水则趴在桌上呼呼大睡。濑户见状，便拉着我继续聊昨天的话题，并从包里拿出了一个本子。这个是发行册？对啊，我从昨天放学回家之后就一直在翻这个。所以今天的话题是关于恋爱对象的发型。发型？我想知道男生一般会喜欢什么样的女生发型。我觉得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同的吧。但其实我觉得俊也会喜欢濑户同学的任何发型。作为参考，我想知道你喜欢什么。我喜欢长发的。发型呢？这个我不太了解发型。于是濑户指了指我手上的书道，这就是发型册的作用。接着我翻起了发型册，告诉濑户自己喜欢这个发型。这样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很好。本堂很喜欢半披发啊。然后这个发型你觉得怎么样？很好，但我还是更喜欢之前的发型。那如果有人的发型是半扎发型，你会心跳加速吗？这个我不清楚，但是我早上特别懒，所以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坚持打理发型的人。你真的是个特别温柔的好人呢。听到濑户这句轻声的夸赞，我的心脏剧烈的跳了一下。可这种心跳的感觉和之前跟清水同学单独相处的那种紧张又完全不一样。转眼到了第3天，我发现清水同学还没来，心里有点意外。因为他之前被老师警告迟到，所以最近总是比我早到。我不禁担心起来，他该不会出了什么事吧？就在我胡思乱想时，教室后门被猛地推开，清水同学走了进来。早上好，清水同学。你的发型和平时不一样了是吗？这果然不适合我对吗？才不是呢，非常合适，很可爱。听到我的话，清水同学整张脸瞬间涨红，整个人僵在原地。可就在这时候，我突然发现自己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样，一句话都说不出口。
我只好赶紧低下头缓解一下不适，可我这副奇怪的样子全被清水同学看在了眼里。喂，本堂，你表情很奇怪，如果真的不合适就说出来吧。不是的，看到你换了发型，感觉你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的心跳得好快。哈！见清水同学立刻撇过头去，我以为自己又说错了话，而我并不知道另一边的清水同学正用双手紧紧捧着自己发烫的脸颊。我也就偶尔换个发型而已，因为早上起来弄头发很麻烦，我平时都懒得弄。看来改变发型这件事可以当成我的秘密武器了呢。就因为我的一句话，邻座的不良少女就将头发染成了黑色。今天本堂和妹妹看完了一部动漫，所以本堂就想把这部动漫分享给社团的人，并问妹妹怎么样。然而妹妹却说，最近你经常聊社团的事呢。本堂笑着承认，她确实很开心，因为大家都非常温柔。可听到这话，妹妹却撅起嘴哼了一声，脸上写满了不高兴。而本堂愣在原地，不知道她为什么会是这个表情。转眼间到了学校，赖虎问起本堂有没有想和喜欢的人一起做的事。本堂想了想，如果是现在的话，他最想和喜欢的人一起看一部动漫。接着他就提起了昨天和妹妹看的那部令人无比感动的动漫，他一直想有个人能和他交流感想，比如喜欢的人。接着在赖虎的询问下，本堂告诉了他动漫的名字。就在这时，社团的门被猛地推开，爱向大家打了招呼。随后爱叫醒了清水，并说今天有2件大事要宣布。第一件事就是天文戏剧小组升级为学校正式社团了，但杨介补充道，因为是新社团，所以今年可能没有资金。紧接着爱便宣布了第2件事，那就是屋顶的天文观测活动正式决定举办。然而杨介马上补充了一个刻苦的条件，那就是期中考试时所有成员综合排名都要进入40名。于是全员补习开始了。最先趴下的是爱，他已经不行了，而一旁的本堂也心不在焉，因为他发现清水同学眼睛有些红红的，他非常担心。看着本堂总是偷偷望着清水，爱问本堂是不是对龟有意思。本堂一听全身机灵了起来，他连忙看向清水解释，说自己只是看到他眼睛肿了，想问问他怎么了。爱一听直接大笑了起来，而清水则怒斥他别笑。随后清水告诉本堂自己是因为看了一部动漫才这样的，而当他说出动漫名时，本堂和赖虎也表示自己看过。听到这里，本堂才松了一口气。随后清水低下头轻声向本堂道歉，自己让他担心了。接着本堂询问清水对动漫的感想，而清水眼角发光，连声说超级好看。特别是那个告白场景，会憧憬的呢。才没有呢，告白场景确实很有趣，就是在新课下告白什么的，很浪漫呢。而清水则说白天晚上都一样，但爱立刻反驳道，明明就很在意，也可以更投入的聊恋爱话题的哦。就在这时，杨介生气的打断了他们，催促大家继续学习。接着时间一晃，来到了补习的第7天，爱向杨介提议设置奖励来激励大家，杨介同意了，但是奖励得在他能做的范围内。接着爱就将这件好事告诉了大家。也就在这时，赖户遇到了一道不会做的题目，转头来请教本堂。本堂欣然答应，可他刚一坐下就感觉后背凉飕飕的。接着他起身看了看周围，确认周围没什么异样后才重新坐下。是的，你没猜错，本堂的这个感觉就是来自清水同学。龟，你的表情很可怕哦。而另一边的本堂并不会解答赖户的问题，所以他去找清水同学，当然却被冷漠的拒绝了。无奈之下，本堂只能去找杨介。杨介原本也答应要教他，但还凑到他耳边小声说了些什么后，杨介拒绝了本堂，叫他去问清水。于是本堂再一次来到了清水同学身边，不知为何这次清水没有拒绝他，而是答应了下来。随后清水耐心地给本堂讲题，学会了一道题后，本堂又掏出了另一道，继续向清水请教。就在这时，本堂意识到自己和清水之间的距离好像近得有些过分，自己甚至能闻到他头发的香味。接着清水也看向了本堂，随即他立马移开了自己的身体，两人如同做了夫妻般摆出了同样的表情和姿势。而爱看着这一切，想到了一个好主意，他决定给这次期中考试最好的后辈一次奖励，而奖励就是实现一个愿望。杨介本想阻止，但爱自信地表示他的后辈肯定不会提出让他为难的请求的。而一旁的清水同学表示自己无所谓，不需要。可爱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话，清水一听整个人瞬间炸了。也就从那一天起，清水就开始猛学习。不久之后，到了期中考试公布成绩的日子，社团所有成员综合排名都进了40名，赖户是33名，本堂是27名，而清水竟然是第3名。于是这次胜利就归清水同学了。本堂恭喜起了清水，但他心里也同时好奇着清水同学的奖励是什么。接着到了夜晚，清水同学在家抱着小熊玩偶，开心地哼着歌，脑海里一遍遍回放着爱当时说的话。龟如果得了第1名的话，在天文观测的最佳时机时，我就把你和大灰君单独留在一起。时隔数年，清水和本堂终于有了孩子。哈，我开玩笑的。其实呢，这温馨的一幕都源于一场对峙。那天，清水和赖户在社团里互相喊出了自己对对方的猜忌。清水本以为自己隐藏得很好，却没想到还是被赖户发现了。
而面对死鸭子嘴硬的清水，濑户直接甩出了3大证据：第一，改变发型的时间；第二，立刻去看了本堂君说的动画；第三，就是本堂君说想吃便当时，你第2天就做了便当等等。听着濑户一一道出的事实，清水无比震惊，随即询问濑户为什么会知道这些。而这一切的幕后推手不是别人，正是他的亲姐姐爱。爱给了濑户最喜欢的铜锣烧，让他来监视清水。发现又是姐姐在背后搞鬼，清水气得当场握紧拳头。而另一边的濑户则赶紧澄清自己不喜欢本堂，而他接近本堂都是因为松冈君，他想搞清自己对松冈的感情是不是恋爱。接着他向清水发出了一份无法拒绝的合作邀请，清水负责当濑户的恋爱导师，而濑户则负责给清水和本堂制造机会。于是到了第2天，3人出来买天文观测的材料时，濑户看准时机，借口说要去买铜锣烧。只见他一个抽身，脚底抹油就往远处跑去，临走前还不忘回头对清水比了个耶。就这样，清水和本堂被安排在了一起。本堂本想要追上濑户，但他却注意到了前方的异样，只见一个和妈妈走丢的小女孩正气生生地站在那里。本堂蹲下身问了我的自我介绍，并决定带她去找妈妈。然而当清水同学凑过来时，画风突变，小女孩一脸惊恐地质问这个可怕的人是谁。见此一幕的本堂急忙解释清水不是坏人，于是误会解开后，2人便带着小女孩去找妈妈。可是找了10几分钟依然一无所获，女孩的情绪也肉眼可见地消沉了起来。于是本堂连忙蹲下安慰女孩，而女孩却伸出小手说要和他们牵手，于是就有了开头的那一幕。爸爸妈妈也经常这样和我牵手呢。这句话直接让2人都害羞了起来。因为还找不到人，他们便决定去休息的地方等等。女孩想要跟清水玩游戏，但考虑到乱跑不礼貌，清水便提议画画。刚好清水身上也有纸和笔，便递给了女孩。女孩笑着表示谢谢，随即便在纸上画了起来。而一旁的本堂则微笑地看着这一切。清水被本堂看得有些不自在，问他看什么。清水同学真会照顾人，将来会是个好妈妈的。这突如其来的直球夸奖把清水聊得不知所措。而就在他们2人打情骂俏时，女孩也完成了自己的创作。2人定睛一看，没想到画的竟然是他们3人。就在这时，商场广播响起，这也提醒了本堂。紧接着，3人来到了服务台寻求帮助。在寻人广播播放没多久之后，小女孩的母亲便闻讯赶来。见面后，母女紧紧相抱。虽然小女孩嫌妈妈抱得太用力了，但场面依然感人。之后，女孩妈妈连连道谢，想要报答他们，而清水和本堂赶紧摆手说不用。但女孩妈妈执意如此，毕竟自己打扰了他们2人的恋人时间。听到这里，清水害羞了起来，急忙解释不是这样的，但小女孩却立马拆穿了清水。那为什么姐姐看哥哥的眼神是少女陷入恋爱时的样子呢？清水万万没想到连小孩子都能看穿自己，他语无伦次地想向女孩解释，但最终他放弃了。接着他问小女孩能不能把刚才的画给他，而小女孩则开心地表示可以，并表示自己支持他们。接着清水嘱咐女孩以后要好好牵着妈妈的手，然后女孩和妈妈便走了。清水和本堂则站在原地低头看着那幅画，画里不仅有他们，还有个偶然闯入他们生命的小小过客。